Hello， 各位。嗨，我們這集來聊，我們還可以怎麼進步？對啊，就是我們团隊如果要再更進步的話，你認為什麼方向是我們需要更進步的地方？我們為什麼你就講我們要朝哪裡更進步？就說這更進步最後要得到的樣子。有個 overall 的非常 general 的看法，就是當我們談的要更進步，那你立刻想到的更進步會是什麼？很 personal 的嗎？還是個 everything 都可以啊，反正就是我們年末特輯嘛，好不好？哦，年初吧，年初特輯上。這邊是登機前廣播，最後登機呼叫。這裡是機長 King 廣播，感謝您搭乘阿金宇宙航空，本次航班編號 TK0701，將由台北小巨蛋飛往火星，時間是2026年7月1號正式起航。目前航班已經開放登機，請尚未登上太空船的旅客加速登機。提醒您，此趟航空不提供保證，不提供承諾結果，也不接受等我準備好再說的登機理由。如果您正在猶豫，不是因為您不夠好，而是這是一趟真正會改變你人生的旅程。再次提醒 ，VIP 登機門即將關閉。阿金宇宙航空提醒您，人生中有些航班錯過了就不會再加開。謝謝您準時登機，再會。我去年參加過5個大的活動，不是我們自己做的，就飛出去外面看。對，5個。然後這5個裡面，你就會，因為他們都是那種幾百人到幾千人的活動嘛，大的展場那種，你就會在這裡面看到哦，同樣在做演講類型的這個形式，對，就5種展演的方式。然後他們的氛圍不一樣，他們的流程不一樣，他們想要的結果不一樣，你會在中間找出哪些是你真的想要的，然後它有助於回來之後的任何的發想，因為你有更多 resource。我是一個需要所見即所得的人，我没有辦法我不是一個憑空可捏造、憑空想象，但我可以去抓我所看到全部的元素，然後想到說，哦，這如果放進來應該會很有趣，哦，這個還可以怎麼做？然後第二個事情是什麼？就 like 跑桌把它帶進來。對啊，例如 Russell Brunson 就把跑桌帶進來。然後 Nathan Barry 的時候就把那個讓促兵們可以自己做小劇，這些都是在去年得到很好 feedback。那我完全確認，如果我去年沒有飛出去，我是不會有這些 idea 的。然後我們去年看了很多大的活動，我們都後來去看中國，我們都去看，就是說人家怎麼把情緒價值頂滿，流程怎麼做，報道怎麼做，我們覺得。我們當然有，我們覺得我們做比較好的，但有別人真的做的比較好的。同意。然後看很細節，那個簡報是怎麼設計的，它長得漂亮跟不漂亮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它中間安排的人他怎麼安排的？他跟這個活動的關係是什麼？他們怎麼 close 的？然後他們怎麼開 A 展？然後哪一些是我們的 style， 哪一些不是？但哪一些是我們覺得好像可以做。突然想到昨天那個感謝畫面，那個冠軍之路感謝畫面的時候，他們把每個贊助者的名字都放上去。對，那這個是我到時候想要做的，我要把每一位參與火星計劃的人的名字都放上去，因為我覺得這個很應該做了。對，好，講完了 ，sorry， 繼續。然後我覺得第二個是，我們如果要更進步，我會把它說我們更成熟。我覺得是我們長出了一個可直接被閱讀、不需要解釋的 SOP。我以為什麼長出了腫瘤之類。因為這一次在做更大的小巨蛋的時候，對，我就遇到了很多那一種，這件事應該有 SOP， 但它完全沒有任何 SOP， 所以我在來回資料的回傳上花了非常大的功夫，然後每一次大改，我就是在一個自修室裡面8點坐進去，凌晨2點離開，因為2點自修室要關門的。然後再回家，再做到5點，好，那終於那份報告交出去了。好，說不行，這個不行，好，我們再改一次，再做進去凌晨2點的自修室。然後每一次我都覺得很幽默，就是這件事情，你說第1秒告訴我的話，那它就不會長成這樣嘍，這樣。然後這個時候我就覺得，這件事情如果有個 SOP， 它該會有多。但那就是經驗啊，沒辦法，你不幹你怎麼有那個經驗？對，我同時反射的事情是，因為我們也有很多時候我們會跟別人有相關的合作。那我們舉個例，我們怎麼讓其他跟我們合作人可以很快的進？你走到人生或者是職涯的深水區了。深水區嗎？就是你只能靠你自己的體驗以及觀察力學習到新的東西啊，不能再把 SOP。可以啊，那誰要給你？
沒有，我是說我想的事情，說如果我要變你自己可以啊，對，那我要長出那個 SOP。对啊，那你就是第一个人先去經歷最糟糕的事情，之後替後面的人開山路啊。對，只是我一直想說，哦，如果這個地方，如果我未來有個 SOP，我就覺得很棒。可以啦，可以，那個你應該會長出來。對，就舉例，例如說我們以前在做的時候，我們資料是很混雜，因為我們開很多資料夾嘛。那就說外部的設計是什麼，他會開新的資料夾，所以那資料夾呢就極其混亂，你完全不知道幹嘛。然後後來呢，我們現在資料夾因為你都不等於我們資料夾的，哎呀，我們現在的資料夾是編號的，就井然有序，就1、2、3、4、5，好，然後那個資料夾不是會全部連接嘛？對，就小巨蛋自己有個總表，總表裡面就有1是就是說簽約資料1至1、1至2、1至3、2至1、2至2，然後全部裡面有後面的連接，所以全部的人裡面你完全不用記資料夾，你只要開那份 doc， 你會看到全部的東西。然後這個東西它就幫助全部人可以很快速的進入那現在我們要在哪裡找到什麼？那我覺得這個就是我覺得之前在做的時候我覺得很困擾，後來我們在這邊我們把它長出來了。我覺得它會讓團隊在工作上更順，就不用靠你一定要找到誰才可以做什麼事。而是你知道那個東西在那裡，自己可以啟動。對，你就自己可以啟動，你就不用每次都說半夜2點你想開工，然後半夜2點要睡着了，然後你找完那份資料，你就說跟着去睡覺。我蠻喜歡這個的。Peter， 你想法是什麼？你覺得如果我們團隊要進步的話，我們還可以從哪個方向進步？我其實不講客套，但我覺得我們團隊目前我覺得都蠻好。但是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很大，就是某人沒有啦，開玩笑，開玩笑，就我覺得在這團隊，我現在學習到很多是，我覺得我需要去控制我的情緒，就是我很容易會這個不用在我們團隊裡面，你就可以學到的沒有，不一定哦，不一定哦，沒有，原本沒長在我們團隊裡面的，我是不會有這種感覺的。就是我不覺得這件事情在別人身上會痛，我就覺得他講出來，他就本來應該就是要被講出來的話，然後我很容易會在講出來的同時夾雜我對於這件事情的失望，所以我會有一些情緒在裡面。但我在這一個團隊裡面運作的時候，我覺得我開始發現我得要去控制我怎麼好好說話。就以前純暴力溝通，好好說話學會嗎？但我覺得現在就大家包容我之後，我的風格是，反正來一個不行我就換一個，來一個不行就換一個。但那時候你跟我講過很多類似像那種狀態，他說如果世界就真是這樣的話，那你的世界不應該只有這樣大而已。如果你要去更大的世界的話，你要包容更多的人的話，那我們就應該要有所有人都要為你所用。Yes， 所以我從這個角度上，我學習到很多。然後我覺得我現在慢慢在練習掌握，就是控制我的脾氣。因為你知道我這圈子的都不走這路線的，藝術家居很多了。對吧？我覺得這是我覺得我們團隊如果可以更好的話，應該是我的情緒在優化，可能 maybe 可以讓整個 team 運作的更順利。哇 ，Jane 你的想法是什麼？如果我們要進步的話，我覺得 Peter 這想法好成熟，很成熟，就先檢討自己。沒有，這是真的因為我覺得大家沒得挑。你看小巨蛋，我從頭到尾小巨就衝第一棒。那其他人沒有，就是你覺得可以在。我得講一講，沒有開玩笑啊，就其實大家都在成長啊，我說真的，而且成長的方式跟形狀跟我以前接觸的業態完全不一樣，就是以前的成熟的工作人的狀態跟現在這個時代的成熟的工作人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有一天我在跟我的就是準備小巨蛋的那個，我有開一個叫做我的體態團隊，裡面營養師、廚師，還有現在的那個我的健身教練，然後我們在聊天這樣，然後他們在排我的那個健身課表，然後呢排完之後呢，我就照表操課嘛，因為它就是一個這樣子的流程嘛，你排什麼我就練什麼，你排什麼就練什麼。然後那一天是上午是我們的年會，對，然後晚上是我們的尾牙嘛，然後回家之後我發現今天的運動沒有做，菜單沒有做，
我那時候到家的時候應該是11、12點了嘛。然後我把一半的運動量做完之後，我就回傳，因為它就是運動完你回傳你在幹嘛的一個過程，我就回傳完。隔天我的健身教練我們就在聊說，我有沒有要調整運動量或者調整什麼東西？我說因為我昨天那個運動量我沒有做完，就真沒有那麼多時間以及體力或心力 whatever， 總之我沒有做完。然後他跟我談了，他說如果你對於你自己要求很多的話，那我們就不會再多加任何新的要求。因為你对你自己的要求超過了我對你的要求，所以他在這個階段他就是 OK， 你能做他就覺得很不錯，那你不能做他也能夠理解你為什麼不能做，所以他就不會選擇在這個地方上多講些什麼。對，因為他覺得如果你要再講些什麼的話，在這個點上面 too much， 你不應該在這個點上面去做這個事情。對，然後我也覺得我蠻認同剛 Peter 講的，就是說其他人也要修改什麼。就如果他們已經看得出來有努力的痕跡的話，你在這裡你要多講什麼？你多講什麼，其實是你有，我當然這樣理解不見得是對的，就是你侮辱了他在這個項目上他已經很努力，然後你只是在質疑他還不夠努力。那我們團隊不是這種團隊啊，你要求大家過度努力前，你要先看他有沒有開始努力的嘛。如果他真的沒有，你跟他講說 fucking 你在偷懶，我那個話我很常講，但是就沒有，你為什麼要去靠別人家在那邊說幹你現在不努力，你他媽的傻小？對，我對於 Wayne 我也是很類似的想法，但我有時候會靠別他就是真的懶惰，你就是懶惰，或者分心你就分心。但你真的要說他不認真嗎？我也不會這樣講，我只是覺得說這孩子認真錯方向，對，我會這樣覺得，但我不會說他不認真。對啊，我覺得大概是這種理解吧。AJ 你怎麼想這個事？之前 Kim 在那個群組裡面講了一件事情，就是那個4象限嘛，心力跟體力。對。那我覺得依照这個理論呢，我是心力跟體力都蠻缺乏的。這種重訓是不是？2026年怎麼可以這樣？然後他就必須要從很基礎的地方開始，因為如果一開始就很 tough 的重訓的話，那首先體力就是不足的，就又更不足了，然後心力也是不足的，對，所以光是穿上那雙鞋，可能今天的運動就差不多結束了。我喜歡這個想法，可以理解。好像我們早期合作的時候會看到那個狀況。Oh my bad， 那種鞋子是我給你的，對不對？沒有會看到複雜的工作在一個人身上產生的負擔是什麼？那個時候會有這種感覺。或是如果就是我發現我們群組裡超過2個人開始生病，我就覺得這個工作量可能不是一個正常的範圍。就是有一陣子，我們團隊之前有一陣子是輪流，大家輪流在生病，重感冒，然後什麼皮蛇什麼生病。真的比較偏大，他们自己沒有照顧好自己。幹了媽的！你有沒有想過，有一次 podcast 是因為某人感冒，所以接着感冒？不是，是有一次，我記得這2年來，應該快3年，我們做 brand， 我第一次沒辦法去上課，就有一次做局課那一次在家裡就突然顫抖這樣。我老婆嚇死了，就準備要去叫救，因為我那時候我突然失溫了，就是休課，在家裡就差點休課這樣，然後沒辦法，然後他一直抖，那時候突然就因為就一直在腹瀉嘛，所以你就過了那個體溫保存點，就整體的核心體溫低於那個36度之後，就會進入一個微休課，我就突然開始大量顫抖，沒辦法。然後那時候我就說：“老婆，你去把手機拿來。”然後牙齒抖一抖，你去幫我跟誰講，我現在不能去。然後我說：“會不會我等下好了可以去？”感覺會炸掉這樣。那時候那是第一次請假，還有一次是我在上課的時候，當天上課我都在發高燒，在上高中課我記得沒錯。然後那一天我發高燒是38°，硬是把整堂課扛完之後。一離開學員部就是送學員嘛，我立刻衝一次，我暴吐完之後就搭計程車回家，就發高燒，當天送急診。然後我還跟小軍講說，因為我不知道我那天是什麼狀況，我很怕我是 COVID， 所以我就跟學員講，你們如果那天有幹嘛，自己幫我留意一下身體幹嘛那邊。我覺得如果你努力過，你就值得拿出來吹嘛，你就可以說你他媽你真的幹過這個事，幹到一個程度。
但如果你沒有，我就覺得好像不是很行哎。我觉得這種行為不值得鼓勵。是沒錯，是没錯。你剛剛上半段的時候，我是覺得有點是没錯，是同意。辛勞。但我後面那一段我不苟同。講一個最後一個 part， 我蠻欣賞，但是在那個Jen的世界觀裡面，這可能也蠻扭曲的。我來看那個誰，有一個下集聊這個話題。有一個中國歌手。他就是喉嚨扁桃腺在發炎，然後他就在吃一個什麼魚這樣，然後他的隊友們就跟他講說：“哥，你現在喉嚨扁桃腺發炎，你吃這個魚會誘發他幹嘛？”然後那個歌手就問了其他人，就說：“那你們知道現在星期幾嗎？”這樣，他就說現在星期3這樣子。然後呢，他就說：“對，我就是希望我吃這個魚之後，星期3就誘發了嘛，4、5好了。6日我就繼續去幹我的事，所以他說我是沒有資格在6日感冒的人，所以我就一定要讓他能夠在6日我會如期演出。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我非常心有戚戚焉，因為我會去計算我現在感冒後我多久之內經過什麼處置我會好。所以如果比如說2月6號我要上創業大課，我最後能感冒的時間就是2月初或1月底，這是我最後能感冒的時間。在那之後我就不能感冒，我不能允許自己感冒，所以那就是我蠻佩服這個想法。說實在，我覺得這些人都走過了，就是我認同的道路。我只能這樣解釋。那個歌手是香港歌手，去年開了296場演唱會。296。哦，對，去年好幾場還下大雨，我記得硬唱這樣。然後好都會這樣，好像也還有一場是不知道幹嘛了，然後他就送全部人，就反正機票、飯店全部退票，全退再一次，這樣厲害，很佩服 ，respect。啊，下一集聊，我還沒報到行程的話，弄了個半天沒有行程。Cuts through the noise, soft like the summer air after the